晚上好，我是茶茶，这里是小茶夜读。又到了9点30分，该说晚安的时间了。今天你过得还好吗？分开几个月了，我都还在努力的想要习惯没有他的生活，可是他就好像连刷新一下情感记录的流程都不需要经历。说这句话的是西西，她和男朋友算是和平分开，但毕竟在一起那么久，西西一直还没有走出来。对方却早就晒出了和新欢的照片，基本算是无缝衔接。那样子就像是在说，你看，没有你之后，我过得一样很好，甚至更好了。这件事让我蛮唏嘘的。时代更迭，人类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，但唯独感情，从古至今，从始至终，总是难以操纵。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，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，却偏偏是爱情。命运总是爱捉弄人，有的人越是想要留，越是留不住，越是想要忘，越是忘不了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忘记一个人呢？答案因人而异。有的人只需要几天时间就可以拍拍衣襟，喜迎新欢，有的人花上1年半载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恢复上一段感情里消耗的元气。还有的人遗忘这个过程被拉长到无限期，无限期的惦念着曾经的好，无限期的画地为牢，无限期的抱有死灰复燃的期待。现实里到处都有不公平，感情也一样。某些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事，怎么至于另外一些人，即便花光了气力，也见效甚微呢？忘记一个人，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。不管是想念还是想起，都会忍不住探听对方的近况，想知道在分开的时间里，他过得好不好。怕他好，又怕他不好，希望他像自己一样不适应，也有一点偏执的期望。他会不会也曾几次三番的输入自己的手机号，想拨通，却又马上挂断。聊天记录不想删，手机里的合照也一直保留着，好像留住2个人之间的联系，一切就还有微末的可能。可是啊，那个离开你的人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他都是默认了没有你，他才会过得更好。把你留在半路的人，不值得你念念不忘。当不能够再拥有的时候，比起不要忘记，你更需要做的是迅速的清理心情。前2天我看到一个问题说，如果你有86400块钱，不小心弄丢了100块，你会把剩下的86300块都扔掉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，没有谁会因为100块钱没有了，就连带着剩下8万多都不要了。那换个思路想想呢？人的一天恰好就是86400秒。如果发生了100秒的不快乐，就让剩下8万多秒也一直因此受影响，显然是得不偿失的。那再放长远一点来看呢？今年发生的事，
3年5年以后就是往事，8年10年以后就是故事。感情也一样啊，既然当下已成定局，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继续无意义的消耗自己了。人体的血液会在3到4个月更新一次，新陈代谢周期是1个月左右。树叶春长秋落，溪流终会入海，已经过期的人和事也早应该被淘汰了。前2天重温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，看到了一句台词：岁月在你脸上刻下衰老，却在我心底刮走回忆。成长是不得已的告别。是的，成长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堆积起来的。但我始终相信，那些留在我们心底的痕迹，会一直浇灌着我们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和成熟。感受过爱和不爱，才能更清楚地分别是不是爱。经历过遇见和别离，才更懂得珍惜当下的一切。学会和注定消散的人和事告别，是每一个人人生的必修课。